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吳亞軍和潘石屹應該很鬧心，他們和其他中國富豪從2026年起遇到了一個麻煩。我們先從吳亞軍說起，他是中國大型房地產開發商龍湖集團的創始人。2010年至2012年，吳亞軍那是大大的有名，他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中國女首富。鬧心的起因是吳亞軍在2008年的一個決定，他把龍湖地產的大部分股權裝進了一個開曼群島的離岸信託，然後龍湖地產2009年在香港上市。當時吳亞軍想得很明白，如果自己以後和丈夫蔡奎分開，那麼這筆股權就不會當成夫妻共有的財產來分割，公司要真出了什麼事兒這筆錢也追不到自己頭上。財產放在海外信託，分紅留在海外，在國內也1分錢的稅都不用交。4年之後，他真的跟蔡奎離婚了。外界本來以為會上演一場血雨腥風的股權大戰，結果是風平浪靜，因為股權早就不在他個人名下了。這套操作在中國的富豪圈裡面被封神被稱之為財富保全的教科書式案例，講了快20年。但是吳亞軍大概沒有想到，不到20年後，同一個信託卻成了另外一份賬單。2026年7月24日，中國財政部發出了第21號公告，不到3000字的文件當天生效。依據這份文件，富人們從來沒有交過稅的離岸家族信託裡的股權增值要一次性按20%補交。那市場估算，吳亞軍應該補交的數字大約在30億元到55億元人民幣之間。這回他該哭了。當然，吳亞軍不是唯一中招的。過去20年間，只要是在中國做大做強的民營企業家，不管你是搞房地產開發的，還是搞互聯網的，只要你的生意做到了海外上市這一步，都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條道路，那就是一家開曼群島公司加小國護照，再加一個裝滿了100億股權的家族離岸信託。這3樣東西堪稱是中國富豪的3件套這3件套各司其職，外國護照是保證你隨時都能夠走，離岸家族信託是保障財產的安全，是人潤財也潤當然，這3件套現在都不太靈光了。我們今天重點來說信託這個保險箱。長期以來，中國的富豪圈流行着一個神話，不管國內的環境多凶險，只要你把資產放進了離岸信託，這筆錢就算進了保險箱了，你就可以高枕無憂了。但是從2026年7月24日這一天起，這個神話被擊碎了。這並不是針對某幾個富豪的定點清算，而是中國的財富版圖這幾十年來最冷酷也是意義最深遠的一次規則重寫。那麼中共政府為什麼挑在這個時候出手呢？以及富豪們過往的安全退路是不是從此被徹底堵死呢？今天就讓我們來一路拆解。要搞清楚這次新規為什麼是致命一擊，我們先要搞清楚過去離岸信託是怎麼替富豪們擋刀的。先要說什麼叫做離岸說白了就是你把自己公司的主體和資產注冊在你本人生活經營和納稅以外的地方，通常是像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還有澤西島這些地方。那這種地方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法律環境對于財主們是非常的友好，像公司稅、遺產稅還有資本利得稅，要不然就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計，要不然就是乾脆為零。離岸信託就是把離岸這個殼套在了信託這個工具外面，你的資產在離岸地，你的受託人也在離岸地，這整個架構都遠離你本人所生活的司法管轄區之外。聽起來是很玄乎其實拆開來看，它就是一個很簡單很古老的法律遊戲，就是把所有權和受益權這2件事情剥離開，各顧各。正常情況下，一筆財產是誰的就歸誰支配，誰就為他負責。但是信託這個工具就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委託人也就是你，把財產所謂送給一個受託人通常這個受託人是一個專業的信託公司。那法律上講，完成這一步以後，這筆財產就不再歸委託人所有了，而是歸受託人支配。委託人通常只保留一個身份，就是受益人，也就是按照信託契約規定定期拿到收益的那個人。当然，受益人也不一定是委託人本人，也可以是他指定的某個人，比如他的子女。听起来很矛盾，是不是？把你的錢所謂送給別人，反而是最安全的做法。恰恰就是這個送的動作，打造了最安全的防護網。
你想想看啊，這筆財產既然已經不在你名下了，那麼你以後跟配偶離婚的時候，自然就分不到這筆錢。同樣的道理，財產不在你公司名下了，萬一哪天你的公司被人追債，被債主向法院申請凍結的時候，也一樣牽連不到他。更絕的是，這筆財產它壓根兒就不在中國，它待在開曼群島或者某個離岸地，適用的是當地的信託法律。中國的法院就算判決下來了，想要強制執行也是鞭長莫及。咱們影片開頭提到的吳亞軍，正因為她把公司的股權放進了離岸信託這個架構裡，她後來和丈夫離婚的時候，對龍湖公司的控制權才一點都沒有受到影響。這個案例是後來被寫進了無數的財富管理教材和講座當中，被當成了這個離岸信託就等於終極防火牆的最強廣告。但是這一套防火牆真正讓中國富豪們安心的，其實並不在於它能夠防得住配偶劈腿或者是債主追債，它對於中國富豪的最大價值是因為過去中國的稅務部門摸不着它。這裡得先點破一個事實，就是中國政府過去並不是不知道這筆錢待在海外，因為中國早在2015年就加入了 CRS， 也就是共同申報準則，它是一套全球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的自動交換機制。這套機制能夠讓中國的稅務部門能夠拿到中國的稅務居民在海外金融賬戶的資訊。所以問題從來不在於知不知道，而在於管不管得到，以及最關鍵的是想不想管。只要這筆錢待在海外的信託不動，它不會回中國國內，那麼按照中國過去的稅法，政府就找不到一個交稅的時間點對它下手。對於中國富豪們來講呢，就等於是領到了一張無限期的免稅通行證，錢待在海外讓它滾着，投資增值，你什麼都不用交，至於什麼時候想拿的時候再說。而2026年7月24日，中国財政部的這份公告，它最狠的地方就是在於把時間無限期這個窗口給焊死了，你鑽不着它的空子了。它不再等你把錢匯回國內才算數，才開始徵稅，而是把納稅的關卡前移到了信託運作的每一個環節。當你把股權、房產這些財產裝入信託的那一刻起，稅務機關就認定這是一次需要繳稅的財產轉讓行為。就是按照你把財產裝入信託那個時刻的市場價值減去這筆財產最初的成本，那麼中間這個差額你就要按照財產轉讓所得交 20% 的個人所得稅。這是徵稅的第一個關卡啊。在這個信託的存續期內，如果產生了收益，要不要交稅呢？那就得看情況了。如果你放在信託裡的錢是買的股票，在股票沒有賣出的情況下有溢價，那叫做浮盈，它是沒有變現的收入，所以是不需要交稅的。但是如果這個股票產生了現金、分紅和股息，那麼你還是得按照 20% 的稅率向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這是第二道關卡。當然，等到最後信託解散，這個賬戶裡的餘額分到你手上的時候，還有第三道關卡在清算你，等着你交稅呢。換句話說，過去中國富豪裡心裡的那套邏輯，認為錢只要放在信託裡沒動，就等於沒有發生啊，那這套邏輯是行不通了。從2026年7月24日起被連根拔起，你一分錢都還沒拿呢，甚至你永遠不打算把這個信託賬戶裡的股權變現。但是現在稅務機關已經盯上你了，已經認定你轉讓了，那 20% 的稅款你是跑不掉的。這已經不是說在你收割果實的時候再來分一杯羹，而是連果子都還沒有摘下來的時候就已經在分了。好，我們再来講潘石屹和張欣夫妻两個人的故事。2005年，夫婦兩人在 SOHO 中國即將在香港上市前夕，做了一件被當時很多人看來是神來之筆的操作。潘石屹把自己名下的股權全部無償轉讓給了美國籍的太太張欣。11天之後，張欣又把幾乎全部股權加起來高達 94.87%， 一股腦的都裝進了一個在開曼群島的家族信託裡。潘石屹本人從這一刻起，從公司的股權裡徹底消失了，他甚至自嘲是無產階級，是淨身出戶了。這手操作在當時被奉為經典，甚至被另外一位企業家曹德旺稱之為這夫妻倆鬼精鬼精的。
20年過去了，守候中國的分紅還有資產的增值是源源不斷的在開曼群島的信託賬戶裡滾存着，在境內是零申報是1分錢的稅都沒有交。當年張欣特意保存了美國國籍和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這步棋在過去20年來看來是天衣無縫。反正他不是中國的稅務居民，那麼這筆錢在法律意義上和中國的稅務系統是沒有瓜葛的。但是2026年的這份公告把這條路也給堵死了。公告裡說，哪怕是拿到了外國国籍的人，或者是取得了境外長期居留权、永久居留权的個人，只要你的主要经濟利益来源仍然在中國境內，那麼一樣可以被視作是有住所的居民個人。什麼意思呢？說白了，就是你護照換了都不算，只要你的公司、你的主要收入以及你的核心資產在中国，那麼在稅務上你就被認為是中國居民。守候張欣的確是美國護照，可是守候中國這家公司，它的核心資產和主要收入来源，過去20年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呀。這下可好，他這本美國護照過去被當作免稅金牌，而現在卻成了稅務部門的重點清查對象。有媒体估算，潘石屹一家這次要補交的稅款是在20億元到30億元人民幣之間，加上其他潛在收益和滞納金，有的人甚至估計潘石屹要補交70億元。What？ 他們家也該哭了。海底撈的創始人張勇夫婦也是拿到了新加坡國籍，可是和潘石屹夫婦一樣，他們的核心資產和主要收入也是來自於中國境內，這也就意味着他們最終還是會被認定為中國的稅務居民。那麼過去那張被無數人視為保命符的外國護照還有沒有用呢？應該說還是有一些用處的，但是最多也就是一張機票而已，而不是一張免稅通行證了。說到這兒，有人可能會想美國早在2010年起就這麼幹了呀，就開始推行那個 FATCA 法案，俗稱肥卡法案，逼着全球的金融機構交出美國人在海外的資產信息。而且前面提到的那个 CRS 全球稅務信息交換系統，參與的國家也超過100個了。那麼中國這麼做應該也是循國際慣例沒啥可非議的吧？關鍵是在於各國的收網方式不一樣，像美國和歐盟收網的方式是先立法公告，然後留出幾年時間的緩衝期，讓納稅人有時間調整。而且你事後追稅有爭議吧，通常納稅人也可以上法院跟本國的稅務機關打官司。而中國的做法是什麼呢？是公告當天就生效，直接追溯到2023年，中間沒有任何緩衝期。也就是說，富人躲不掉，的確是一個全球的趨勢。但是怎麼抓得有多急，你被追稅有沒有申辯的空間，有沒有救濟的渠道，中國和別的國家仍然是不一樣的。這對於身在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的華人朋友來講，同樣是個提醒。這個財富避稅的黃金時代的確在全球落幕了，但是這個落幕的方式，它可能決定了你手上還有多少選擇權。信託不是避風港這個事兒，其實早有前兆了。在恆大暴雷之前，許家印就在美國的特拉華州給自己的2個兒子設立了一筆價值23億美元的離岸家族信託。結果恆大一倒，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紙判決就直接把這個美國信託也一起劃進了清盤接管的範圍。所以在法院眼中，信託這道防火牆並不是不可穿透的。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發生在娃哈哈的宗馥莉身上。他老爹宗慶後在2024年2月去世之前，是原計劃為3個非婚生的子女每個人設立一筆7億美元的不動本信託，加起來是21億美元。可惜的是，還沒等這個手續走完，老宗就去世了。那這21億美元就沒有完成信託的正式設立，其中的18億美元目前法律上是掛在一家離岸公司的名下，這家公司叫做建浩創投，公司的唯一股東還有董事都是宗馥莉，也就是說這筆錢在法律意義上連一個正式的信託都還算不上。於是3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妹妹就和宗馥莉打起了官司，爭的正是這筆錢應該怎麼定性。到底是應該歸宗馥莉支配呢，還是按照老爸的遺願走完信託的流程？那麼在打官司期間，這筆錢就先凍結着。官司從2024年一直打到了2026年。就在這個稅務公告發布的3天前，2026年7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剛剛駁回了宗馥莉的上訴申請，繼續維持這18億美元處於被凍結的狀態。
講這個案子是因為他倒霉催的剛好撞上了財政部第21號公告裡最兇險的一條規定，就是不管這個信託有沒有正式完成設立，只要你財產進入了離岸這個架構，就有可能觸發稅務義務。而且公告還明確講，哪怕個人是通過別人或者是其他組織轉移財產，但是最後只要這個財產實際上仍然是由你控制的，那麼一樣視同是你這個人把財產裝入了離岸架構。那這個事兒對宗馥莉也就意味着，他過去主張信託還沒有成立，所以這18億美元仍然是我公司的錢。那這條主張過去在民事訴訟範圍當中仍然有爭辯的空間，但是現在放在稅務機關眼裡，你这個信託有沒有成立根本就不是關鍵了，重點是誰在控制。如果香港高等法院最後認定這個信託無效，那這18億美元就要全部算作宗馥莉個人沒有完稅的收入，補交個人所得稅。要交多少呢？粗略估計至少是24億元人民幣。那你說這個錢乾脆給了弟弟妹妹不就得了嗎？還維持了一個家庭的和諧，打得跟個烏眼雞一樣，結果這麼多錢後來還是給了政府。那這個案子的法律意義是在於，連信託他的身份都還沒有炒出結果呢，新規已經先一步把稅務責任給確定了。所以這3個故事擺在一起，就說明了同一件事情，這個離岸信託它從來不是童話裡那個固若金湯的城堡，只是剛好這20年來沒有人去打開它的大門。那這扇門背後到底藏了多大一筆財富呢？早在2023年，中國的高淨值人群存在離岸信託裡的錢就高達2000億美元，大約折合1.4萬億元人民幣。時間又過去了幾年，根據市場機構最新的測算，這個價值到2026年大概是落在2.3萬億元到2.7萬億之間。俗話說，時代的塵埃落到個人頭上，那就是一座大山；落到富豪頭上也是差不多。那具體到每個富豪是怎樣一個量级呢？先打一個預防針接下来要談到的估算是來自於市場機構和媒體的估計，並不是稅務機構最後核准的那個要繳稅的數字。那麼大夥兒聽個大概就好。拼多多的黃崢和小米的雷軍，他們2個人放到信託裡的財產要補交的稅呢，估計是各自在500億元人民幣的量級。哇哦！龍湖的吳亞軍，也就是我們故事開頭提到的那一位，他算下來大約要補交30億到55億元的稅，潘石屹夫婦也是相接近的量級。而且請注意這只是把財產裝入信託環節要交的第一道稅的關卡，後面還有存續和終止2道關卡都還沒有算進去呢。那問題又來了，富人們有這麼隱蔽的財產架構，那中國的稅務部門是怎麼把那個需要補繳的稅額给算出來的呢？除了要依據前面講的那個 CRS 國際稅務聯網系統，同時還搭配上了中國國內一直在不斷升級的金稅4級系統。中國政府在追稅這個事情上是下了狠功夫的。總之呢，就是能夠把你的個人收入、股權變動還有海外賬戶的信息全部拉到同一張数据大網上做比對。那麼過去那種境內外信息差所帶來的安全感，現在基本上已經被徹底抹平了。真正讓人感覺到收網收得特別緊的那個動作，是听起來人性化，但其實是最後通牒的那個窗口期。公告是從2026年7月24日頒布即生效，窗口期呢是到10月21號或者22號。那麼在這90天之內，只要你主動申報補交2023年以來所欠交的稅款，那就可以不收滯納金。但是如果錯過了這個窗口期，等待你的就是每天5%的滯納金，折合年化是達到了18.25%。金額大的還可能面臨着最多5倍的罰款，而且追溯年限可以無限延伸，理論上可以一直倒查回2023年以前都沒有問題。問一個問題如果你是一個中國富豪，看到自己的錢只要被放進了離岸信託這個架構，你就得交20%的稅，請問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呢？這裡呢又得補充一個信息就是信託是分為可撤銷信託和不可撤銷信託2種。可撤銷信託呢，就是委託人保留隨時可以撤銷把錢收回來的權利，說白了呢，就是你隨時可以反悔。那麼在法律上呢，就視作這種信託其實並沒有真正完成財產所有權的轉移，所以這種信託是躲不過債主和法院的，是一告一個準的。另外一種信託呢，就叫做不可撤銷信託，就是委託人一旦把財產裝進去，就徹底放棄了這個財產的控制權和撤銷權。
也就是真正的不可逆的把這筆錢給了受托人。因为这種放棄是真的，所以他才能夠真正撐得起那道防火牆，才能夠做到離婚不分以及破產牽連不到。所以呢，過去20年，中國的頂級富豪們清一色的用的都是後一個，是不可撤銷信託。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中國富豪，看到新規說只要把錢裝進信託就要交20%的稅，你的第一反應大概率會是，那我就去做一個不可撤銷信託吧，我徹底放棄控制權總可以了吧？畢竟在法律上這筆錢已經不屬於我的了，應該算是兩清了。可是如果你仔細看了這個財政部21號公告，你就會發現，連這條退路都給你堵死了。因為公告走的是實質大於形式的原則，不管你的信託契約上寫的是可撤銷還是不可撤銷，只要你還掌握着這筆財產的控制權，那麼你就仍然被算作是稅務居民。不管你是通過擔任離岸公司董事的方式，或者私下寫一封我的意思你懂的這類意願書的方式去暗地裡遙控，只要這筆財產還是你說了算，那麼不可撤銷信託這個事兒，在稅務機關的眼裡面就當沒有發生過。過去20年，中國富豪們所相信的是規則是有縫隙可鑽的，而現在遊戲規則變成了，只要你的財富是扎根在中國的土壤，那麼政府隨時都可以把手伸過來。這或許才是2026年這場信託風暴所帶來最深刻的一課吧。那麼好，今天這個話題咱們就分享到這兒，謝謝大家，咱們下回接着再聊。